美军击落中国气球，却引发了喜剧效应，共和党可能给自己挖了一个坑。随着中国这个气球平安地飞越了整个北美大陆，到了大西洋上空，美军呢终于派了2架老式隐身战斗机 F-22，颇有仪式感地发射了一枚价值40万美元的 AIM-9X 空对空导弹，击落了这个气球，创造了 F-22的第一个战果，总算是面对共和党的压力还有社会舆论有了个交代。而且呢，很多媒体还对击落气球的过程进行了直播。由于很多人把 F-22战斗机在高空的飞行违纪看成了导弹的违纪，所以还有人说是发射了3枚，命中了1枚。从放大的画面上看， AIM-9X 导引头呢应该是捕捉到了比气球球体温度特征更明显的设备载荷，所以导弹命中部位是气球下方的设备，然后爆炸破片引爆了气球里的氢气，导致气球瞬间爆裂坠毁。由于这个气球结构简单，所以打起来不难。如果这次遇到的是多分舱并且冲氦气的飞艇，那不管是用机炮还是用导弹，都只能在部分舱室上打几个眼儿，撕开几个口子，飞艇损失浮力可就没有这次那么快了。不过经过这几天的跟踪热潮，加上这次直播，流浪气球一下子成了中美2国民众甚至是更多国家民众关注的热点。不过美国共和党可能也没有想到，这件事儿居然被他们自己弄出来了喜剧效应。毕竟很多人也明白，这个气球不具备军事价值，只是共和党故意小题大做，打算热炒话题。所以中美2国网民都立刻搞出了一系列的文创作品，对共和党的过度反应进行了调侃。我看到的就有星球大战版，那画面是肃穆庄严，还有忧心忡忡的流浪地球马主任版。另外呢，马斯克也发了个图，调侃美军攻击的是电影《飞屋环游记》里的飞屋。俄罗斯人也做了个动图，用的是拜登登基摔跤的名场面。还有人提醒泽连斯基，中国气球能在全球最强军事大国脸上捅一刀，这才是乌克兰应该考虑的精准武器。所以呢，现在的局面就是共和党嚷嚷着要美国的体面，结果各国网民就帮共和党给了他们体面。而且这么多人关注这件事儿，甚至可以说打出了广告效应，大家已经开始围绕气球的颜色开玩笑，说如果气球是黑色的，是不是打气球就违反了黑命贵？如果气球涂的是彩虹色，是不是民主党就要跳出来捍卫同性恋价值观？如果吐出一个特朗普呢，那是不是共和党就要出来维护了？我觉得呢，倒是可以设置广告位，比如让可口可乐跟百事可乐竞标中国气球飞越北美的赞助权。什么叫中美互利共赢？这多好的体现！对于击落气球这件事儿，中国外交部的回应也很强硬，马上谴责，表示美国过度反应、滥用武力，并且表示要坚决采取措施捍卫中国企业的利益。这外交语言后边潜台词可就非常丰富。什么叫谴责过度反应？五角大楼这帮人本来是想息事宁人、低调处理，你共和党非要煽动民意，而美军击落气球之后，我们要是不做任何强烈反应，那还显得共和党理直气壮。所以我们强烈反对的这个过度反应，其实就是针对美国共和党的精准打击，民主党会听明白。另外呢，外交部说要维护中国企业利益，注意企业这2个字的使用，这是用一切机会给气球定性，强调这是企业的私产。放飞气球这件事儿也不是中国政府行为，全球还有很多国家的企业都有同样的科研活动，你共和党非要去打，那就坏了大家的规矩，这样就给我们充分的舆论斗争空间。顺便再说一句现在能够飞到3万米高的小气球，淘宝价格人民币350元。如果中国群众逢年过节弄一批这样的气球，用金属网架连在一起，装上太阳能电池板还有 LED 灯，乘着西风带重走这次中国气球的长征路，在北美上空发个光组个字儿，是不是技术上也很有可行性？